漆黑的地窖中，一个瘦弱的女孩颤颤巍巍地抓着一把钥匙，她试图打开锁在脖子上的铁链，因为打开后就可以起来走上2步，缓解一下麻痹的双腿。她被拴在这里很久很久了。这不是什么电影中的片段，而是1993年发生在美国的一起真实案件。这起集合了绑架、侵犯、凌虐等诸多罪行于一身的案件，还有一个让人心痛的主人公，一个9岁的女孩凯蒂。欢迎来到老何开枪，我们来讨论剖析世界各地最真实、最恐怖、最令人费解的案件。就在女孩打开锁链的刹那，咯噔一声，地窖外传来一声响。这个叫凯瑟琳的女孩赶忙往后退了2步，把锁链套回自己的脖子后，又缩回到地窖的一个角落，想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可是她2只眼睛却依旧直勾勾地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。只见一个40岁上下的男人弯着腰从地窖的通道走了进来。男人一看到角落中的女孩，脸上就露出了一阵恶心的笑，接着他就向女孩伸去了邪恶的双手。你肯定以为这不过是又一起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案子，可当你了解到这个凯蒂的女孩全部遭遇后，除了痛恨，肯定还会被这个女孩的坚强所折服。究竟是怎样的遭遇才会让一个9岁女孩强大到在受虐17天后还能从一个恶魔手中逃生呢？1982年，凯蒂出生在纽约的一个普通家庭。在那个放荡不羁的年代，爱情似乎是滚床单的另一种委婉叫法。凯蒂的父母也不例外，因为凯蒂出生没多久，父母就离婚了。2岁的凯蒂只能跟着母亲一起生活。可凯蒂哪里知道啊，她只不过是母亲失败婚姻的附属品。所谓的母女关系，也只是靠一根叫做人伦的线维系着。除了1日3餐，凯蒂得不到任何可以称为母爱的照顾，后来干脆被甩给了一个教母来照顾。小小的凯蒂哪里知道，这个教母比起自己的母亲来还有过之无不及。在她还没有长到人比桌子高的年纪，凯蒂就干起了家务，洗衣、拖地、做饭，承包了一家人的吃喝拉撒。悲剧的是，教母的丈夫还是一个畜生不如的恋童者。只要有机会单独和凯蒂待在一起，他就会不遗余力地争取，只为对凯蒂实施不良对待和侵犯。凯蒂还是个连牙都没长齐的孩子呀，难怪有人说，熟人可能比陌生人更可怕。就像这样的生活，凯蒂一直持续到了9岁。奇怪的是，养母周围的人似乎都默许这种行为，凯蒂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，只能独自承受。可是厄运有时就会接踵而至。教母家有一个叫约翰的邻居，经常会来家里串门，每次都给凯蒂带来些零食礼物，还会用一种难以言语的眼神看着她。对凯蒂来说，他不知道这种眼神意味着什么，他只知道这个邻家大叔风趣幽默，加上大叔有时候会跟他唠上一会儿，居然让他孤苦的人生有了一丝安慰。但凯蒂不知道，人心险恶这几个字，从来他都不会写在脸上。1993年12月28日，就在凯蒂生日的前2天，这个叫约翰的老熟人再次来到教母家串门，表示要带凯蒂出去买生日礼物，还说要给凯蒂办一个生日趴。约翰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教母当然不会反对，只要有人带，他才不在乎那人是如何对待凯蒂。对于这个经常串门的邻家大叔，凯蒂自然也没有任何防备之心。逛完游戏厅后，约翰就半道改路，把凯蒂带回了家，直接领到了自己的房间中，让她在房间中玩电子游戏，说这样更尽兴。不过这时凯蒂并没有意识到一场危机正在酝酿。
原来约翰一直在凯蒂的房间外徘徊。终于在几轮游戏过后，这约翰的小宇宙爆发了，他竟然向年幼的凯蒂提出了性要求。虽然凯蒂才不到10岁，也早就被教母的丈夫侵犯了不知道多少次，但她知道约翰要求意味着什么，断然地拒绝了，还提出了要回家的要求。可羊入虎口，眼红的约翰哪会这么轻易地放弃呢？他一把抱住了凯蒂，实施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凯蒂拼命地挣扎，可一个几岁的孩子又如何挣脱得了一个成年男子全力一击呢？凯蒂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平时看似善意的大叔，实则比教母的丈夫还要险恶1000倍万倍。可他哪里知道啊，这还只是他梦魇的开始。之后，凯蒂就被约翰强行带到了一个书房。约翰先是朝窗外观望了一阵，似乎确认安全后，接着又拉开了书房中的一个书架，书架下面露出了一块水泥门板。约翰对着门板一拉，下面居然露出了一个幽深的入口。在一阵推搡中，凯蒂已经走进了一个漆黑的通道，直到推开一扇门后，他才看清这是一个类似地窖的封闭空间，里面只有一个厕所、一张床、一台电视机，还有一根不知是何用途的铁链。直到这时，凯蒂都不知道自己的灰暗时刻来临了。约翰突然一把将凯蒂推在一个角落，用那根粗大的铁链像拴狗一样把它拴了起来，然后拿出一个录音机，快按照我的要求念。凯蒂按照约翰的要求一脸惊恐地念完了。当他听到约翰说你就准备一辈子待在这里吧，脸上的泪水就大把大把地涌了出来。他想反抗，不过却突然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等到他缓过来的时候，约翰已经离开了。约翰离开地窖后，开着车辗转几个路口，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后，就拨通了凯蒂教母的电话，播放了之前录的一段话。凯蒂的教母一拿起电话，就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凯蒂惊恐的声音。面对这通电话，教母报警了。警方很快着手调查，从教母的口中，警方知道了约翰可能是最后见过凯蒂的一个人。于是警方很快找到约翰家，面对警方的盘问，约翰显得一脸惊愕。我还以为这个凯蒂已经回家了呢。约翰把在游戏厅发生的事情告诉警方，说他带着凯蒂去游戏厅后，不小心就把凯蒂落在那里了。等回去找的时候没有找到，就以为凯蒂回家了。警方一查监控，果然发现约翰先行离开，后又折回了，不过并没有看到凯蒂。其实这一切都是约翰设计好的，为的就是制造不在场证明。警方也果然上了当，不再进行盘问。可一连查了几天，警方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，因为周边的监控都显示凯蒂从未离开过这片区域。警方断定凯蒂一定还在附近，便再次的对凯蒂身边的人进行了一轮调查。忽然，一个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：约翰有前科。原来早在1978年的时候，约翰就曾在一家购物中心企图绑架一个7岁的孩子，不过当场被孩子的父母识破了，约翰被送进了警察局，这件事也被记录在案了。不过因为时间比较久远，所以警方一开始没有查到。有了这条线索后，警方再次关注上了约翰。
就这样，警方用各种理由在约翰的家中搜索，可是约翰的地窖实在藏得太好了，无论警方如何搜索，就是找不到一点线索，只能蹲守在约翰家附近。自从被约翰关在地窖后，凯蒂每天都活在煎熬中，因为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约翰就会兴奋地跑来，对他做着畜生不如的行径。凯蒂的精神状态也是越来越差，虽然他从小就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，可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窖中，他的痛苦早就变成了恐惧，牢牢地将他包围了。他变得害怕听见声音，因为这意味着约翰来实施罪恶了。但是他又渴望听见声音，希望那是救援的声音。有好几次，他都隐约听见警察的声音，可是无论如何的呐喊，却得不到任何回应，换来的只不过是约翰更加变态的不良对待。每次完事儿，约翰还要用铁链把凯蒂锁起来，把他丢在地窖的一个角落中，让他几乎动也不能动。面对这样的遭遇，换成任何一个成年人估计也早就崩溃了。可凯蒂一直咬牙坚持着。终于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在地窖的床底下翻到了一把钥匙。他猜测这是约翰之前遗漏的。不管如何，这总算给凯蒂一丝安慰，因为他可以趁约翰离开时打开身上的铁链，在地窖中稍微活动一下。等到一听到声响，就赶快把铁链锁起来，以免被发现。外面的警方依旧盯着约翰，虽然他们怀疑约翰肯定有问题，可是就是找不到任何线索。凯蒂失踪的事也一直被媒体关注着，各大新闻平台不间断地报道警方调查进度，对这个失踪的女孩投去种种关切。这一切都被凯蒂看在眼里。无论如何，他都要咬牙坚持不放弃。连警方都一直在努力，他又怎么可以放弃呢？这是他唯一被人关注的一次，即使是这样的方式开场，但对他而言，多少证明了有人在关心他。在地窖的日子，凯蒂几乎不敢睡觉，因为他害怕约翰会突然凌虐他。但他更害怕约翰在他熟睡的时候给他拍照，然后再把照片寄给警方，因为一旦警方看到这些照片，以为他已经死了的话，就不会再继续搜救了。这样的话，他就真的永远无法逃出地窖了。就这样，凯蒂不知道自己关了多长时间，期间除了凌虐之外，约翰还时不时的带点玩具和垃圾食品下来。渐渐的，凯蒂察觉出约翰似乎对自己有一种扭曲的感情。他后来回忆道，他觉着自己真的爱我，一个40岁的男人对9岁女孩的爱，囚禁、强迫侵犯，这就是他爱人的方式。尽管这是一种近乎变态的感情，但凯蒂觉得这种感情是可以利用的。他决定对约翰展开一场心理战。警方已经盯上你了，你觉着你自己能够逃脱吗？不如放了我，还能给自己争取一个减刑的机会。约翰听了，迟疑了一会儿，把铁链又套在凯蒂身上，朝着地窖外走去。尝试无果，凯蒂并不打算放弃。他从2岁时就开始饱受欺凌，这点挫折觉得自己是可以忍受的，也必须要忍受。像这样的话，他们后来又展开了几次，但每次都无果而终。不过凯蒂还是隐约感受到约翰的情绪有些松动。这一天，凯蒂决定放手一搏。他从来没有像这一天一样渴望见到约翰，等着最后的一搏。果然，约翰来了，整个人看上去没有之前的那种兴奋，而是有一点萎靡不振了。凯蒂知道机会来了，既然约翰说他爱自己，那就拿未来说事儿。你说等我18岁的时候和我结婚，
那婚前我该如何上学呢？不用去学校，我教你可以的。约翰淡淡地说。那该如何养活我呢？凯蒂继续追问。我的积蓄足够养活我们两个。约翰回答的有点自信。虽然约翰的回答并没有按照自己预想发展，不过凯蒂并没有放弃，而是又问了一连串的问题。我以后该怎么工作呢？我以后该如何成家呢？孩子该怎么养呢？这一连串的问题直接把约翰问懵了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。难道真的要在暗无天日的地窖中和一个女孩度过一生吗？这下约翰慌了，匆忙地冲出了地窖。或许是被凯蒂唤醒了内心的良知，或许是心底对犯罪的恐惧，约翰心底的防线破了。离开地窖后，他就来到了警察局，向警方自首了。自从约翰离开后，凯蒂的时间过得更慢了。他不知道这个突然离去的男人会做出什么样变态的行径。他看得出约翰动摇了，可是这样一个无德的人，又有什么理由可以按照常理来推测呢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凯蒂突然听到一声响。他急急忙忙地锁好了身上的链子，不过不同于以往，这次好像听到的是别的声音，不止一个声音。紧接着一阵刺眼的光开始在地窖闪动，警察进来了。有人来救我了！凯蒂痛哭流涕。被囚禁17天后，他终于得救了。随后，警方把这个囚禁凯蒂的地窖挖了出来。直到这时，人们才知道，在这个不到5平方的地窖中，年仅10岁的凯蒂是遭受了何等非人的凌虐。更让人气愤的是，这个地牢是约翰潜心准备的。在他发现凯蒂的教母对他冷淡的态度后，他就计划着有一天要把凯蒂囚禁在地牢中。为此，他还专门为地牢配备了厕所、电视和床垫，当然还有一个用来囚禁的链条。后来，警方还在地牢中找到一些录音带，记录着一个女孩无助的求救声：“有没有人啊？快来救救我！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会有人来救我吗？”听着这些稚嫩的求救声，不仅让人潸然泪下。到了这儿，这起震惊世人的案子总算告一段落。1994年6月16日，约翰因为绑架罪被判处15年至终身监禁。不过，他那些诸如侵犯和危及儿童生命在内的10项罪名却被撤销了，理由居然是荒唐的用来换取他的认罪。不过，好在教母的丈夫因为侵犯被判处12年，也算大快人心。最后，凯蒂被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收养，养父养母对她很照顾，4个兄弟姐妹对她关怀备至，一家人让她远离媒体，生怕她受到侵扰。直到这时，凯蒂终于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。到了2013年的时候，约翰病死在了监狱中。似乎是来自上天的惩罚。也是这一天，凯蒂选择将自己的经历讲述出来，出版了《被埋葬的记忆》一书。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帮助那些同样受到伤害的女性。毕竟谁都不能保证自己的生命中会不会遇到一些自己无法掌控的事。既然无法掌控，那就把精力放在发生后如何坚持，在磨难中如何成长，作为我们毕生修炼的课题吧。好了，您对凯蒂的故事有什么想法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也欢迎订阅老贺开枪这个频道，我们很快会在下一个视频再见。记得无论何时都要保护好自己和你的家人，祝福好人一生平安。